20多年研发，数十亿美元投入，美国陆军压上了一代人的时间，只为打造一把能够统治未来战场的新步枪。它被称为 XM7， 在军方的宣传中，它拥有更远的射程、更强的穿甲能力，甚至被寄予厚望，希望终结服役半个多世纪的 M4 卡宾枪时代。按理说，这样一把凝聚美国军工最高水平的武器，应该受到部队热烈欢迎，可现实却完全相反。他刚进入部队就不断传出抱怨，甚至有士兵直言，它更像是一把靶场里的好枪，而不是战场上的好枪。就在 XM7 还没有全面装备之际，美军又开始测试一款更轻、更短的新型卡宾枪。难道 XM7 这把被寄予厚望的未来步枪真的失败了吗？还是说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就选错了方向？新型步枪真的能比 M7 更强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把争议远大于掌声的 XM7。要搞懂 M7 这把枪为什么如此特殊，我们得先理解五角大厦近年来最痴迷的一个战术概念 Overmatch， 绝对压制。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的射程必须比你远，我的子弹必须打穿你的防弹衣，而你却拿我毫无办法。为了实现这种在600米外依然具备压制力的目标，美军最终选择了西格绍尔 SIG Sir 的 NGSW 方案。但这套方案真正的核心其实不是 M7 本身，而是它发射的那颗黑科技弹药 6.8 乘51毫米子弹，也就是.277 Fury。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非常反常的设计，它的弹壳并不是传统的一体式黄铜，而是由两种金属拼接而成。前半段依旧是黄铜，后半段也就是承受最大压力的底缘却换成了高强度不锈钢。为什么要把弹壳做得这么复杂？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普通黄铜已经承受不住它体内那股近乎疯狂的压力。想让一颗子弹在600米外依然拥有击穿4级防弹插板的能力，关键就在于它撞击目标时保留的动能。既然口径只有 6.8 毫米，弹头重量提升空间有限，那么剩下唯一能大幅提高动能的办法就是让它飞得更快。正常情况下，提高初速最简单的方法是加长枪管，让火药充分燃烧，持续推动弹头加速。可问题是 M7 毕竟是一把步枪，它既要适应野战，也要能进入建筑执行 CQB， 枪管太长，机动性就会急剧下降。因此美军把标准枪管限制在了13英寸。要让一颗重型弹头在这么短的枪管里完成高速加速，工程师最后只剩下一种办法，继续提高膛压。 PIS 枪械通用压强单位，数值越大，出速度越大，杀伤力也越大。作为对比，常见的 5.56 子弹约为5万到6万 PSI， 但 M7 用到的 6.8 毫米弹药的工作膛压被推到了约8万 PSI， 部分测试数据甚至显示其极限压力接近 12.5 万 PSI。 威力是大了，但也意味着枪膛、枪机、弹壳都要承受更大的考验。如果继续使用传统黄铜弹壳，底部很可能因为高温高压发生形变，甚至出现炸壳、漏气等严重故障。所以 SIG 只能采用双金属弹壳，用不锈钢底缘锁住这股狂暴的压力。这就是 M7 被称为膛压怪兽的真正原因。不过仅仅拥有更强的子弹还远远不够，子弹飞得再远，士兵打不中目标，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美军又给 M7 配上了另一件黑科技 XM157 智能火控系统。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瞄准镜，内部集成了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机、环境传感器等多个系统。士兵只需要测距，剩下的工作全部交给计算机完成。系统会根据距离、弹道、气压、温度等数据自动计算修正点，并把正确的瞄准位置直接显示在视野里。射手需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把修正后的瞄准点压在目标身上，然后扣动扳机。高膛压弹药负责提供穿甲能力， XM157 负责提高命中率。在五角大厦的设想中，这套组合几乎完美解决了步兵远距离作战的问题。普通士兵也能够在数百米外精准命中穿着重型防护装备的目标，至少在 PPT 里一切都很完美。然而当你试图突破武器的极限，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很快就会由真正背着 M7 走上训练场、走进建筑物、冲向战场的一线士兵亲自承担。美军的这场造神运动也将在这里迎来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当五角大厦的将军们还在为 PPT 上漂亮的数据鼓掌时，另一边真正背着这把冲锋枪的基层士兵却开始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当 M7 陆续进入测试部队后，这把被寄予厚望的步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而测试结果并没有像宣传片里那样完美，来自一线部队的反馈最终几乎都指向了3个问题。第一，太重，不是一点点重，而是每天都要背着它训练、巡逻、冲锋时那种让人无法忽视的重。一支 M7 空枪再加上 XM157 智能火控瞄具、专用消音器以及其他常见附件，
整套重量很快就突破了13磅，也就是接近 5.9 公斤。数字看起来或许没那么夸张，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重心。为了承受超高膛压， M7 采用了更厚更结实的枪管，枪口前方还长期挂着一具尺寸不小的消音器，结果就是整把枪严重前倾。对于步兵来说，意味着每一次举枪瞄准，每一次切角，每一次快速转身，都要不断和前方那股下坠的重量对抗。尤其是在 CQB 训练中，士兵需要在狭窄走廊不断变换方向，快速举枪。M7 给他们的感觉更像是在枪口绑了一块铅块，动作开始变慢。举枪时间明显缩短，连续训练后，肩膀和前臂很快就进入酸痛状态。对于分秒必争的近距离战斗来说，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代价。而真正让许多步兵更加难受的，还不是重量，而是子弹。几十年来，美军步兵已经形成了一种刻进肌肉记忆的作战方式。遭遇敌人，第一件事不是精确点射，而是压制射击，用连续不断的火力把敌人压回掩体，为队友争取机动和报仇的时间。但这套打法有一个前提，得有足够多的子弹。使用 M4 一名标准步兵通常携带7个30发弹匣，总共210发弹药。换装 M7 之后，一切都变了。由于 6.8 毫米弹药尺寸更大，重量更高，为了控制单兵负重， M7 只能采用20发弹匣，同样携带7个弹匣，备弹量一下子从210发降到了140发，数字减少了1/3。但战场上的习惯却不会因此改变，很多士兵仍会下意识进行压制射击，结果就是弹匣比想象中更快见底，原本熟悉的火力节奏被一次又一次的换弹动作打断。越来越多的测试反馈开始提到同一个问题，过去能够持续压制敌人的火力，现在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而对于长期依赖火力优势作战的美军来说，这种心理落差比数字本身更难接受。如果说前2个问题还能靠训练适应，那么第3个问题则来自 M7 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也是它最大的代价——超高膛压。为了追求更高初速， M7 几乎把压力推到了传统步枪难以企及的水平，但从来没有送的性能。你获得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首先是寿命，高温高压燃气不断冲刷枪管和消音器内部，每一次射击都在加速它们的磨损，维护成本随之增加。其次是枪口过压，即使安装了消音器， M7 发射时喷出的高压燃气在封闭空间内依然会形成明显的冲击波。长时间训练后，不少测试人员反馈耳鸣、头痛、胸口发闷等不适感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更大的后坐力也让连续射击时枪口跳动更加明显。第一枪命中了，第2枪却已经偏离了原来的瞄准点。直到这时，美军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个现实，他们确实造出了一把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步枪，但与此同时也造出了一把更重、更累、更挑使用者的武器。M7 几乎完成了工程师希望它完成的一切，却唯独忘了一件事：真正扣动扳机的从来不是设计者，也不是 PPT， 而是一个已经背着几十公斤装备在战场上奔跑了一整天的人。于是美军开始重新寻找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 XM8。 面对越来越多来自基层部队的反馈，五角大厦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M7 确实完成了最初设定的大部分指标，只是它越来越不像一把普通步兵每天都愿意背着执行任务的步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枪太长太重，近距离机动性不足，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把它变短。于是美军开始推进一款更紧凑的卡宾版本，也就是后来出现的 XM8。 它最大的变化一眼就能看出来，枪管原本13英寸的枪管被进一步缩短到了 10.9 英寸，重量下降了，重心改善了，狭窄空间里的操控性也比 M7 更加灵活。对于每天都要上下车辆进入建筑执行任务的士兵来说，这些改变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还记得上一章那颗 6.8 毫米高膛压弹吗？它之所以拥有惊人的性能，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足够长的枪管，因为只有这样，高压燃气才能持续推动弹头加速，把火药里的能量尽可能的全部释放出来。现在枪管变短了，留给火药燃烧的时间也随之缩短。于是一部分火药还没有完全燃烧，弹头就已经冲出了枪口，剩下的燃气只能跟着一起喷出去。如果没有安装消音器，射击时就会出现极其夸张的枪口焰。夜间环境下，这种火光不仅容易暴露位置，也会影响射手自身的夜视能力。即使安装了消音器，更多高温燃气进入消音器内部，也意味着更高的热负荷和更大的磨损。真正影响性能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枪管越短，意味着枪头能够获得的加速距离越短，枪口初速自然会下降。而对于 M7 这套系统来说，这恰恰是最敏感的问题，因为它从诞生第一天开始追求的就不是近距离火力，而是数百米外依然能够保持优势。如果初速下降，那么远距离的弹道
剩余动能以及穿透能力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枪确实变得更好用了，但它最初引以为傲的优势也开始出现妥协。这几乎就是工程学里最经典的一道选择题。你想获得更好的机动性，就必须接受性能上的一部分损失。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能够同时满足所有需求的步枪。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陆军不断围绕 M7 进行各种调整的时候，隔壁的海军陆战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冷静。相比重新建立一整套 6.8 毫米体系，他们最终还是继续装备以 M27 IAR 为代表的 5.56 毫米平台。理由也很现实，成熟，后坐力更容易控制，弹药体系已经十分完善。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与其让每一名士兵都追求600米外击穿目标，不如让整个班组保持更稳定、更持续的火力输出。两种选择其实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理念，一个相信技术可以改变未来，一个更相信实战已经给出了答案。而 XM8 的出现也意味着美国陆军终于开始面对那个最现实的问题：一把步枪究竟应该优先追求极限性能，还是优先服务真正背着它作战的人？其实当美国陆军宣布这把全新的短管卡宾枪被命名为 XM8 时，很多老兵和资深军迷都忍不住笑了，因为这个名字在美国轻武器历史上实在太特殊了。20多年前，美军也曾推出过一把名叫 XM8 的步枪，那把充满未来感，甚至成为无数射击游戏明星武器的 HK XM8， 当年同样承载着下一代步枪的梦想。可最终，它还是倒在了不断变化的需求、预算和现实面前。没人想到，20多年以后，这个一度消失的名字又一次回到了美国陆军的装备计划里。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有时候它确实会压着相似的韵脚。那么 M7 真的失败了吗？或许也不能这么说，它依然拥有优秀的远距离性能，依然拥有强大的穿透能力。对于需要精确射击的射手来说，这些优势依旧存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陆军最初希望它完成的任务太多了，既想让它拥有接近精确射手步枪的威力，又希望它像 M4 一样灵活，还要保证步兵每天背着它跑，端着它打，长时间训练依然不会疲劳。遗憾的是，这些目标本身就彼此矛盾。现代轻武器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一个现实：威力、重量、人机功效，三者之间很少得到同时兼得。你获得更多射程，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后坐力；你获得更强穿透，通常也意味着更重的弹药；你获得更高初速，最终又不得不面对高膛压带来的代价。工程师可以不断突破技术，却很难突破物理。或许这也是 M7 留给所有军队最大的启示：决定一把步枪是否成功的，从来不只是它能打多远、穿多厚，更重要的是那个真正背着它、举着它、扣下扳机的人如何评价。毕竟，战场上最终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 PPT 上的参数，而是一个已经连续奔跑数公里、汗流浃背、心跳加速的普通士兵。科技可以改变战争，但直到今天，战争依旧要靠人去完成。好了，关于 M7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别忘了按赞、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是你，面对战场，你会选择火力更持续的 M4 平台，还是愿意接受更大的重量，换取更强的单发威力？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